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给我请假，要么给我找个爸比。我上哪儿给你找爸比去啊？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去哪儿找那是你的事，我只要看结果。行，你乖乖听话，我晚上就给你带回来。这还差不多，走吧。上个月我们销售额非常不好，到底要去哪儿给可乐找个假爹呢？8423到。江夏，你作为一个有前科的人，开会都这么不上心，这个月你要再开不了单，走人了，知道吗？还是说想想办法，我给你一条活路。收到，经理，我这周肯定能卖出3套房子。你们信吗？啊！顾总，您要的衣服已经定做好了。环卫、外卖、服务、汽修，应有尽有。您看你要哪一套？哪一套能掩盖我的颜值，就选哪一套。顾总，咱家那些售楼小姐姐可都是您的员工，您看上哪个，直接聊钱不就行了？何必穿成这样？那可不行，不管是看上我的钱，还是看上我的颜，都不安全。哎，走错了吧？我们这边的房子已经盖完了，你不需要打扫卫生。我是来看房的。看房，先生，我们这边的房子很贵的，你买不起。我说看也得花钱啊。哎，你刚好提醒我了，看一次2000，钱交给我，我带你讲解讲解，顺便让你长长见识。你这哪儿的规矩？先生，您别生气，我给您介绍。您看，您想要哪种户型？我想要大平层300平以上，有户外阳台，还有开放式 U 型厨房。哎呦，还大平层、户外阳台，您是不是觉得我们时间多得很，都很闲呢？去！先生，您眼光真好，我们这卖的呀，最好的就是大平层了。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你看他穿的那么破烂样，像是买得起房子的吗？赶紧把他打发走。经理，人不可貌相，万一他是隐形富豪呢？或者万一是集团总部派来考察的，那更不能得罪了。还是你聪明，8423。行，那你去吧，说不定就变成首富夫人了。哼。先生，我看您气质不凡，您穿马甲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这行工服都是马甲。哎 ，Hello sir。Hello。Nice to meet you。哎 ，Hello sir。Nice to meet you。谭海明。你都笑什么？江夏，还不赶紧给客户倒杯茶？可是我还要……你跟一个环卫工废什么话？直接把他赶走行了。王总，你也来买房子？别暴露我身份。你也来看房子啊？对。王总，原来你会说普通话。哎，不对，你们认识？王总，你要买房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人不太行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啊。来，去吧。王总，您跟我来，我给您介绍。王总，买房的事你也可以问我呀。王总，密森王 ，I can help you。经理，我一天拿下3套房，怎么样？厉害吧？顾总，那合同啊，放心，我让秦秘书联系你。行呗。哎，你竟然认识王总啊？而且他居然听你的话。我救了他的命，就是他在路上，出了一场车祸，我给他打的120。行啊，你命真好。哎，对了，你有对象吗？啊，我这有个岗位特别适合你，工作、住房都能给你解决了，一箭双雕。什么岗位？就是你跟我去民政局领证吧。你给我儿子当爹，我给你付工资，怎么样？还有这好事？我就说你命好吧，在马路上能救个富豪，出来看房子还能顺个老婆回去，还能赚钱，我都羡慕你。不是，等等，让我想想，我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？你先考虑考虑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老师。什么？见可乐打架了？这是我名片，你考虑好联系我啊。不对，刚
好儿子有难，试用一天，跟我走。可乐妈妈，你来了。可乐，你跟谁打架了？叔叔，小苹果，你没事吧？他打的是你啊！叔叔，你误会了，是他先动手打江可乐，他还嘲笑江可乐没爸爸。我是为了帮江可乐才受伤的。小朋友，你为什么要打江可乐啊？看他不爽，想打就打了。哦，这样子。那阿姨要是看你不爽，是不是也可以给你2巴掌啊？你要是敢打我，等我妈妈过来要你好看。哎，你这个小屁孩，我现在就替你妈妈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徐娜，这是你儿子啊？江夏，哟，这不是我的老同学江夏吗？这不是我的老同学江夏吗？妈妈，他刚刚要打我。真是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种，哪来的野种也敢欺负我儿子！记住了，我不是野种，我叫张可乐，这瓶可乐请你了。真是反了天了！有你这样坐过牢的妈，也难怪培养出这样的儿子。有你这样坐过牢的妈，也难怪培养出这样的儿子。哎，你怎么连小孩子都打呢？我打他怎么了？我还要让他给我儿子道歉。你搞清楚，是你儿子欺负我儿子的。老师，事实如何您最清楚。我也需要壮壮给可乐道歉。凭什么给他道歉？这会对我儿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？宝贝，你放心，妈妈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刚好我们家小苹果也没受过别人欺负。你又是谁啊？怎么现在连清洁工的孩子也能来这儿上学了？各位家长，要不还是让园长过来主持公道吧？园长，好啊，园长是我叔叔，让他来吧，我要让你们看看什么是这个社会的黑白。什么破事情都让我处理，还敢欺负我侄女！园长，我们家小苹果还有这位江可乐，被你侄女的孩子欺负，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处理？叔叔，我要你把他们俩的孩子全部都给开了。是得开除。看吧，我就说我叔叔会向着我和壮壮的。我说要开除的是壮壮。叔叔，你是不是犯糊涂了？是他们俩欺负我们。犯糊涂的人是你。壮壮天天在幼儿园惹是生非，已经有好几个家长投诉到我这里。你和壮壮现在马上给人家孩子道歉。道歉？不可能！他们一个坐过牢的，一个清洁工，他们的孩子只配给我们家孩子提鞋，天生就是被欺负的穷命。叔叔，我是园长，你是园长。你要不想惹事，赶紧跟我回去。壮壮，我们走，不在这受欺负。走。两位家长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我代替我那不懂事的侄女向你们道歉。孩子的医药费呢，由我来出。没事，园长，你去忙吧。顾总，那我先走了。您暂住图书馆的事，继续。啊，你忙。好。不错呀，后天试用合格，能考试。叔叔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有吗？我觉得我们很像。哦，那所以你要吃什么？薯条还是牛排？叔叔，你有什么忌口吗？我叔叔对海鲜过敏。这么巧，我也是。叔叔，我们竟然对同一个食物过敏。还有，你这有颗痣，我也有。哦，然后呢？所以，你是不是我把皮？可乐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被发现了。妈咪，你已经荒废5年了，人生没有几个5年可以荒废。我看这个人还不错，虽然工作有点寒酸，但是上进就行。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呀？可乐，我跟你妈咪还不是……你别着急回复我给你时间考虑。你放心，就算你不是我亲生父亲，我也会把你当亲爹对待的。是啊，叔叔，奶奶不能再住 ICU 了。就别提妈了。这么可怜啊，还要养个重病的老人。不是吧？你，堂堂江城首富，优质单身男青年，你要去给别人当接盘侠，多好啊！免费的儿子也能给老太太一个交代。不过，当年那个女人会不会也是带血跑？我的顾大总裁，你该不会也狗血剧看多了吧？人家指不定现在跟谁春风一度呢。
青初哥哥，你别担心，他们刚才说子阳已经送去医院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子阳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呀？刚才我们两个不是在一起？喂，你是当我傻到连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人是谁都分不清吗？总之，肯定不会是白薇薇。那你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当爹呀！你跟他说你是环卫工，你说他图你什么啊？也许是图我的美色。我看你还是长个心眼吧，先不要告诉他你的身份。我倒是觉得现在身份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男人。金秘书，帮我查一个刑事犯。喂，江夏，是我。后半那件事儿我同意了。可乐出事了，我们正在医院呢。我马上来。嘘，可乐怎么样了？他海鲜过敏，现在睡着了。都怪我，我以为他说过敏是开玩笑，不应该连海鲜做饭的。白天你也听说了，我坐过5年的牢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真的过敏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介意的话，咱们还是算了。你虽然穷，但也是正经人家。如果他妈妈知道娶了我，那真出不了 ICU 了。我不介意，我想好了，决定做可乐的后爸。哎，可乐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丑？没关系，我也海鲜过敏。小时候啊，因为吃了一只螃蟹，肿成了一个大猪头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是上天选出的最特别的人。你看，我们就是上天选中的 CP。怎么了？他有洁癖，你别在意啊。哦，顾总，我查到了，江夏是白家保姆的女儿，也就是当年伤害周少爷的凶手。听说他的儿子是在服刑中生下来的。是他。江小姐，可乐的亲生爸爸是谁？江小姐，可乐的亲生爸爸呢？啊，他爸爸在他刚出生就发生意外去世了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呢？该不会是周子阳吧？所以我才把他推下了楼。爸比过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将来。怎样？真的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吗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帮我继续调查江夏，除了身份，还有当年案件的全部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顾景初，你这个名字怎么？他不会是知道首富叫顾景初吧？还怪好听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搬家，结婚的第一件好处就是能省1半的房租，不过也得你住我那，你家应该住不下人。不是，其实我有房子。你有房子啊？行，那就住你那。金秘书，快，我家看起来最便宜的房子是哪个？天哪，你家这么大呀？那你还要买房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跟白家比差远了。哇，游戏机！你一个环卫工人是怎么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啊？这简直是豪宅啊！我怎么可能买得起啊？这其实是别人的。啊，那我们岂不是……是这样，那个我妈妈是这家的保姆，他们家一家人都常年在国外，所以说就借给我们。真的呀？我妈也是大户人家的保姆，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懂。咱们呀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契合，真是命定伴侣。那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呀？这么大了，连一套自己的房子都没有。哎呀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你这是内耗。咱们呀，只要不给父母添麻烦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放心，我想了想，咱们俩的工资加起来只需要3年就可以凑齐首付啦。3年？3年我都能买10几栋楼了。怎么了？实在不行，我多干一份兼职，你也有手有脚的，我再给你多找几份工。知道了。行，那为了庆祝我们今天搬家，我来给你做顿大餐。自己做啊？但是家里没菜。不用了，我去买。他们家的包是不错啊，江夏，真的是江夏呀，真是晦气啊！3天见你2次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
当然是来看房的。我老公买了这里的房子，我带同学过来看看。哦，这里可不是你们住的贫民窟，这里住的可是上流社会的人，还是首富名下的产业。听说首富本人也是住在这里呢。真的，咱全程首付。哦，你没见过世面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在这里做保姆吗？对啊，我就住这儿。江夏，这里的房子价值几千万，你一个销售的工资几辈子都买不起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子承母业，住家保姆吧？爱信不信，我还有事儿。站住！你倒是带我们去看看，我让同学也都见识见识，我们的大校花出狱后是怎么住上的豪宅。你也知道我刚出狱啊，那你知道我怎么进去的吗？小王，这里有人冒充业主，你赶紧过来。这里的业主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物业不会不认识。等会就让他来拆穿你。徐小姐，你找我？这个人说是这里的业主，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怎么样，江夏？说自己是保姆很丢人吗？我叫江夏，你不认识我，不代表我不住在这儿，我就住在13栋1012。那更不可能了，整个13栋只住着顾先生一个人。顾先生？对对对，我老公就姓顾，顾景初。江夏，你撒谎也要有个限度。首富是你老公啊？首富也叫顾景初啊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哎，我看你就是在装疯卖傻。小王，报警！原来你知道我疯啊！我就是颠婆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！又是你这个小崽子！没事吧？原来是你这个清洁工，也敢在这儿冒充首富！以后警察来了，把你们都抓走。景初，他说我们的房子是……顾先生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业主是吗？对不起，顾先生，是我误会江小姐了。你是不是眼瞎了？他就是个清洁工，不是首富。徐小姐，你别说话了。这位是13号楼的住户，整个小区的主人顾景初，顾先生啊。你们物业售楼的时候，不对客户做背景调查的吗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在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通知下去，这个楼盘从今天开始不对外出售了。你有什么资格？我都已经付了定金了。好吵！对不起，顾先生。稍等。保安，把他们轰出去！走，出去，出去！来了，出来！顾先生，你没事的话，我先撤了。等等，我想问一下，他是谁啊？他是首富。你再想想，我能是吗？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哎，看样子我的真实身份是瞒不住了。你真的是？哎呀，其实我妈做保姆的那家人是首富，我又从小没有爸爸，所以首富就给我起了一个一样的名字，而且我又从小陪着首富的儿子一起玩。其实啊，真正的顾先生都50、60了。我其实本名叫大海啊，对，大海。但他为什么说你是？哦，顾先生嫌麻烦，又爱穿马甲，有钱人嘛，你懂的。那你真的能决定这个小区的销售？那是吓唬他的。那你就不怕徐娜找麻烦？她老公可是大人物呢。大人物？啊，我从小在首富身边长大的，是不是有钱人，我还是能分得清的。他说的是真的？对。你想，普通人的话，就是给他10个胆子，也不敢冒充首富不是？顾先生，我先撤了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真是呢。怎么可能呢？不过我真是不好吗？不好。你看啊，我坐了5年大牢，还带着孩子的女人，哪个首富肯娶我呀？肯定是那些有残疾啊、变态啊，甚至是那些不可描述的癖好。妈咪，你是嫌弃我吗？你带着我，不等于直接白送首富一个儿子吗？好，挺好的，我们走吧。来，跟我。对了，景初，不对，大海，要不你邀请首富的儿子来家里做个客吧？那倒也不必吧。需要呀，我跟可乐刚搬过来没多久，还没跟人家打个招呼呢。再说了，你俩不是好哥们吗？好吧，走吧。宋妍，你来我家一趟，等会儿给我好好表现，别露馅了。
知道了。宋先生，谢谢你平时对我们家景初的照顾，吃点水果吧。嫂子不用客气。对了，你爸爸姓顾，你为什么姓宋啊？哦，你是不是随你妈妈姓？对，嫂子真聪明。哎，我这个肚子有点疼，你们家洗手间在哪？哦，那边。好。这不是他自己家吗？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家？而且他连自己家洗手间在哪都不知道。是这样的，他家房子太多了，可能比你衣服都多，所以就没把这儿当成自己家。所以说投资都是投资。果然比白家有钱多了。那我先去做饭啊。谢谢啊，你去陪宋先生吧。哦，宋妍有可乐陪着呢。那我先做饭了。小可乐，你长得和你爸也太像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真是亲父子呢。可爱的可以随便捏别人脸吗？是不是太没有边界感了？你这性子也挺像他的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！走。走。哇，嫂子，你这手艺也太好了，比我们家保姆做的还好。你们家保姆是大海的妈妈，我的婆婆。大海。儿子，妈过来看你了。妈，你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呀？再说你怎么出院了？那我回家还要和你打招呼呀？我住不住院，你何时管过我？哎，这谁呀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，这是我妈，那是我儿子。这个你认识，咱少爷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想要儿媳妇吗？给你捡了一个，而且买1送1，免费的大孙子。你下次编个故事，咱俩串串词儿啊。不用了，我妈心太好，ICU 天天跑。到哪一步了？领证了，同居了。你以后不用去 ICU 了。阿姨，我们……那怎么行？我今天要不是问金秘书，我都不知道你住在这里。不如把临江那个别墅……妈，临江那个别墅，宋妍还得住。我们搬过去住不太好。他不知道咱家是首付，我对他说你是这儿的保姆。少爷，临江的别墅我已经打扫完了，特地过来跟您汇报一声。还想骗我？明明跟景初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景初一直不娶，原来是在等这个带球跑的媳妇儿。可是他不想公开身份，难道他仇富？来坐。你叫江夏。那你在认识我们景初之前是做什么的呀？阿姨，我这几年都在兼职，我妈咪一直在做兼职，没有正经工作。是这样啊，那你这太可怜了。我们家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是也不能让你白嫁了。这个600万，不行，他会吓到的。夏夏，我们顾家也没什么像样的彩礼，这个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别嫌弃啊。果然还是太寒酸了。我们商业街对面还有几家店铺，也可以过户给你，怎么样啊？对面，那可是江北区中心啊！还有四合院和茶楼。妈，那个四合院和茶楼的小时工，你做不完也不能打夏夏的主意，是不是？对，是我唐突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阿姨，想不到你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要打好几份工。没事，我帮你，咱们现在就走。可乐，走，你也去。看来得向大海要点演出费了。你别在那看着了，快来帮忙，阿姨啊！好，别叫阿姨了，叫妈。自作孽啊！来了，
道吃苦的幸福吧。我终于赢爸比了。哎，夫人少爷，你们回来了，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啊？夫人少爷，哎呀，王姐，你说夫人回来了，我怎么没有看到啊？我看错了吗？门口停的那辆车跟少爷的一样，吓我一跳。你看，我这活还没干完呢。我来帮你一下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可是我的工作，咋能让你做呀？你好好歇着啊，去。哎呀，你以后还是好好努力吧。你妈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跟别人低声下气的说话，太不容易了。是，明白。哎，你这张脸长得不错，要不你跟我去售楼处，还能忽悠几个富婆呢。那也不用了吧，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。真的？什么工作？助理，明天就去大公司报道了，还能穿西装呢。真好，我老公真棒。什么？你闪婚同居还见过婆婆了，还是一个环卫，连房子都是借的，怎么给你和孩子提供好的生活？大姐，你也不看看我什么条件好吗？人家不但愿意给孩子当后爸，还不嫌弃我有前科，我有什么可挑的？也是，唉，不过可乐的亲爹，你确定是周子阳？那如果不是他，我又为什么把他推下楼？你知道的，他从上学时就喜欢我，而且他也很讨厌薇薇，80%是那天喝多了，他就。干活去啊，江大小管，你不是1周3套吗？我看你是给人前一套，背后一套吧。我说的1周3套，你当我富太太呢？我上哪给你找那么多客户去？你也知道怂啊。没关系，我最近这刚好有个大客户，心情好了10套8套都不是问题。不过能不能拿下来，就看你的了。我今天晚上得和客户签合同，晚点回来啊。不是。什么大客户要晚上签合同啊？好像是云和集团的李总。云和？那个李总不是出了名的老色鬼吗？人家李总在里面等你，快进去吧。经理，你不进去吗？李总说了，只要你一个人去。对了，经理，我上个月的提成什么时候给我呀？只要你能让李总把这个合同签了，你上个月的提成和这单的提成，我立马给你。说话算数啊。江小姐，你来了，来，坐这边。李总，你看你想要哪种户型，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。哎，着什么急嘛？房子我肯定买，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的陪我开心一下，我们直接签合同。李总，我老公跟我儿子还在外面等我呢。看不出来嘛，没事儿，我不介意。这生完孩子的女人啊，玩起来才更刺激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疼你的。李总，我再说一遍，请您放尊重一点。还挺辣，我不尊重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那就换个疼法。疼吗？啊？疼吗？松开！你不就是做这个的吗？啊？跟我装什么清高的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合同啊，我不会签的。少拿合同来威胁我，爱签不签。李德彪，你在干什么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你在公司吗？这个女人是谁啊？李太太，您误会了。其实呀，李总是想给您准备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不是马上就要到您生日了吗？这李总啊，就准备了一套房子，想给您当生日礼物。我今天过来啊，就是跟李总签合同的。真的吗，李德彪？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头一次记住我生日啊？李总呀，那是踏过千山万水，才发现身边的风景最美，是吧，李总？来，您看一下合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李太太，您下次再买房找我啊。会的，要不是你啊，这房子还不知道他是送给哪个女人。顾总，看来夫人已经解决完了。可是他欺负了我的夫人，怎么也得做点什么呀，要不然显得我多无能。明白。什么？顾氏集团要取消合作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得罪了顾总的夫人。这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夫人呀！喂，妈咪，恭喜你喜签大单！对，值得庆祝。
我们离买房又近一步。啊，我和可乐一样，喝橙汁吧。你不能喝酒吗？5年前要不是因为喝醉，也不会误伤了周子阳。我这人喝酒耽误事，可不敢再喝酒了。哦，那我也不喝了。周子阳，你终于醒了！周子阳，你醒了！有什么？这梦都做了5年了。谁？顾景初？这么晚，你有事吗？这该不会是梦游？你干什么呀？你拿我被子干嘛？今晚我干什么呀？给你1个亿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盖大楼都行。这什么卡？还盖楼？你当自己是首富啊你？把被子还给我！哎，还给我！哎，他刚刚是亲了我吗？你醒了？昨晚熬夜了吗？怎么感觉你这么累啊？哎，我到底是因为谁才这么累啊？哦，对了，我早餐给你准备好了，待会儿把可乐叫醒一起吃吧。你是有梦游症吗？为什么这么晚？那你昨晚……等会儿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顾总，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周子阳有苏醒迹象。真的？顾总，我看他好像还是和平时一样啊。你们不要看眼睛，看这儿。他脚趾可以动了。医生，我儿子什么时候可以醒啊？他现在这种情况，估计很快就会苏醒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走吧。喂，西西，我今天来医院看周子阳了。他这么快就知道？说他可能要醒了。顾总，你要去哪儿？顾总，让一让。谁呢？如果周子阳醒了，知道你给他生了个儿子，他会不会把可乐带走啊？我好不容易把可乐抢回来的，我绝对不可能让给任何人。680元。我来吧。哎，等等，我想起来，昨天大海给我一张银行卡，不知道有没有钱，也没告诉我密码。女士，这是无限额黑卡，不需要密码的。无限额？我回来啦。啊，夏夏，你今天去哪了？去医院的事还是先别告诉他了，免得他多想啊。我跟我闺蜜去逛街了，给你和可乐都买了衣服。难道真是我认错人了？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手机没电了，就用了这张你给我的卡。店员说它是无限额黑卡，全市只有1张。你怎么会有这张卡？哦，这张卡是宋妍给我的。不对啊，我记得我没有给过你这张卡呀。你昨天梦游在我房间里给我的呀。有这事儿？那我有对你做什么吗？没有，你给了我这张卡就走了。不可能，我从来不梦游的。这腹肌手感真不错呀。不对。哎，你不是说你不梦游吗？怎么在我房间里啊？哦，对不起。算了，你每天这样来回跑也怪辛苦的，还影响睡眠质量。你干脆就睡我这儿吧。啊！你这个毒妇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阿姨，你听我说，是不是听说我们家子阳快醒了，又想来害他？不是的，阿姨，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？阿姨，你听我说，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他。你赶紧给我滚，下次别再让我看到你！滚！所以，子阳是可乐的亲生父亲。抱歉，我当时骗你说孩子的父亲已经死了，其实他一直都躺在医院里。据我所知，5年前子阳和白家长女有联姻，但怎么又和你有孩子？是意外。订婚宴那天晚上，我不小心喝醉，就和他睡了。那你怎么会成为伤害他的凶手啊？可能我那天喝多了，撒酒疯误伤了他。其实那天我什么都记不清。记不清了？那你怎么能确定子阳就是可乐的亲生父亲？也许你当时是和别人睡了呢。那天的女人也是喝了很多酒的样子。照你这么说，也不是没可能。那会不会是别人害他掉下楼的？只要子阳醒过来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
大小姐，听说周子阳可能要醒了。什么？看来我是时候该回国了。顾总，详细资料来了。当年案件是白家保姆报的警，她是第一个发现周子阳坠楼的人。白家保姆？那不就是江夏的妈妈？她指认自己的女儿。给我钱！快把钱给我！离婚这么多年，你为啥不肯放过我？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也别想摆脱我！江夏，你个小贱人，你敢打老子！站住，别跑！站住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这不让进。他们怎么能进？那江小姐是我们这儿的业主。业主？啊，走。药擦好了。谢谢你啊。我爸他不是被判了无期吗？怎么现在就出来了？他好像是逃出来的。算了，别提他了。你现在过得不错呀，都有钱租这么好的房子了。啊，这不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我回来了。他不是？夏夏，这位是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老公顾景初。你好。哎，我得去接可乐了，你们先聊着啊。好。来，喝点水吧。顾先生，你跟夏夏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他售楼处认识的。那你们结婚，你父母知道吗？哦，我妈妈已经见过他了。可是，我觉得顾先生气质不凡，我们夏夏真的配不上你。哦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，还是夏夏不嫌弃我。可是他还带着一个孩子。哦，这我知道，我会对可乐像亲生的一样对待。他还坐过5年牢，你也不介意吗？这个我不太介意，他也跟我说了，那只是一场意外。不过，阿姨，你真的相信夏夏就是凶手吗？我只相信警察。我觉得，可乐，快来，看看谁来了。这个老巫婆为什么来我家？可乐叫外婆。哼！哎，可乐。喂呀，不好了，那个江夏跟那个首富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首富？你说景初哥哥？什么？景初哥哥？对，他们2个已经领证同居。我现在呀，就住在他们家别墅里。难道景初哥哥知道当天那晚上的女人是江夏了？那他知道孩子是他的了吗？应该还没有吧。顾景初跟江夏说，他只是一个环卫工人。那就好。看来景初哥哥只是一时被他迷惑了。等他知道江夏是又蠢又穷的女人，自然会甩了他。不知道江夏对5年前的事情究竟了解多少，也不知道他跟顾景初到底说过什么没有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，否则我们5年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那江夏是真正白家小姐的这件事情，恐怕……你说什么？白家的小姐只有我一个。是，我说错了。还有，请你以后注意自己的身份，你的女儿是江夏。我知道了，大小姐。江夏，我是不会让你破坏我女儿人生的。不好了，有人跳楼了！不好了，有人跳楼了！喂，金秘书，帮我做一份亲子鉴定，结果出的越快越好。哇，真是卷啊！现在环卫工都长这么帅了。你醒了？先喝点牛奶吧，早餐马上就好。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有吗？你嘴角就没向下过？难道你中彩票啦？比中彩票要高兴吧？这金秘书怎么笑得这么慢？结果还没出来。就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哦，对了，你外婆呢？她一早就走了。哦，张医生，金秘书，这就是顾先生要的 DNA 报告。谢谢。
好意思啊。哎，稍等一下。我们刚刚拿错了吧？这个才是你的吧？我们刚刚拿错了吧？这个才是你的吧？顾总，你要的 DNA 检测报告。怎么可能？你确定没拿错？我……好险，多亏我们微微聪明。我说过了，您没病，可以离开了。张医生啊，我这浑身上下哪都疼，你再给我检查检查吧。张医生，你要的报告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好晕呐，是不是血压要上去了？哎呀，我头疼死了。哎呀，我给你检查一下，好像又好了。哎呦，这年纪大了，这发病呀一阵一阵的，那就不用麻烦你了。那您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为了微微，你们绝对不能输人。我确定没错。顾总，我没事，不重要。您说可乐这么可爱，我要是可乐的亲生爸爸该有多好啊！哎呀，我这刚定制的西装，你别给我弄脏了呀！那既然可乐不是你儿子，那5年前那个女人，你还要继续找吗？哎，不找了，都已经结婚了。再说江夏她也挺好的。俗话说啊，养恩大于生恩。我相信你啊，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爸爸的。更何况养的还是自己好兄弟的孩子。我还是搞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害子阳？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喂，妈。臭小子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孙子带回顾家呀？妈，我跟你说过了，现在还不到我公开身份的时候。我不管，我要见媳妇儿和孙子。我订了个餐厅，你晚上叫上可乐、夏夏和他妈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啊！哎，可是放心，妈记得身份，特地订了个小馆子。静初，这可是顶氏华府，最低消费也得上万呢。咱们一家人吃个饭也太破费了吧？没什么，这是我首富主人的产业，我们吃饭啊免费。还有这种好事啊？首富一家人也太善良了吧！今天这顿饭呀，是想着呀，这2个孩子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一家人呀，也应该好好见一面。亲家母啊，谢谢你生了夏夏这么好一个姑娘，还有夏夏呀，哎，妈，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一个孙子。我亲孙子这事儿，看你今天还怎么诓我。哎呀，顾夫人，原来你已经知道可乐不是你的亲孙子了。儿子，这真不是我亲孙子啊。可乐不是我亲生的呀，我跟您说过呀。可是可乐和你小时候长得很像啊，这怎么会？对不起，妈。亲家母啊，可乐真的不是你的亲孙子，那是夏夏5年前跟别的男人生的。夏夏坐过5年牢，现在呀只是个销售。夏夏，这是真的吗？奶奶，这些都是造化弄人，我妈妈坐牢也是被冤枉的。你小孩懂什么呀？难道警察还会弄错？证据明明摆在那里的。我懂得可多了，至少我懂你是个假外婆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假外婆？我妈咪是你女儿，你都不希望她幸福，你不是假的是什么？哎，小兔崽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能撒谎诓骗人家，我们要诚实。够了，夏夏，你这孩子这些年到底受了多少的苦啊？上次给你的镯子太少了，来，今天这个你也拿去。妈，我真的不能再要了。我也除了这些身外之物，也没什么可以给你的了。奶奶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。哎呀，对啊，儿子，要不我们给夏夏一个公司？对，我们给夏夏找一个正经的公司，上班不用看人脸色的那种。妈，谢谢你，真不用了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吃饭吧，吃饭吧。
上午了。哎呀，有家人的感觉真好啊！欢迎光临，高贵的女士，看房吗？我要他服务。这位女士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我渴了，先给我来杯咖啡吧。太苦了。你会不会做咖啡啊？是不是在监狱待太久了，连咖啡都不会做了？这位女士，我们这是卖房的，您要是买不起，可以去对面的瑞幸咖啡免费续杯喝个够。谁说我买不起？给我介绍介绍那栋。这栋你买不起。怎么看不起谁呢？别生气嘛，我这不是怕你像上次一样被赶出去。就那套我买了，就一套。怎么一套不卖啊？是的，抱歉，不卖。你好啊，店大欺客是不是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？经理呢？经理过来。哎，我了解他就是过来羞辱我的。就算是给了他合同让他签，他也买不起。确实，他的铁背确实买不起。哎，走吧。谁说我买不起？合同呢？拿来。好，我去给你拿合同。江夏，你这哪儿来的？不偷不抢，你别管我。我还真不知道，你这个销冠工资这么高啊！这镯子怎么说也有几百万吧？这镯子怎么说也有几百万吧？什么几百万？这是我婆婆送我的见面礼。你少糊弄我了，你这是从哪儿偷的呀？还是哪个大客户送的呀？徐娜，金主，不好了！咱们2024年新的软装项目计划要落实。什么？都散会吧。江夏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别再让我再看见你！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竟然敢打人！等我报警！你恶人先告状是吧？你报啊！是你先抢我镯子的！你等着！不就是一个破镯子吗？能有一套房子的提成之前，你就等着被开除吧！不用等了，我现在就开除你了。顾总，你看这天凉了，让该凉的都凉了吧。得嘞，通知下去。滚！我刚才看人挺厉害的呀。你别笑我了，我都已经失业了。失业就失业呗，我养养。你有这份心就好了，我们还得赚钱买房子呢，不能一直住在别人家里。好啦，可以了。你会室内设计啊？可惜我大学没读完，再加上我有前科这件事，难上加难。我看顾氏的分公司最近在招室内设计师，要不你去试一试？算了吧，人家起步就是硕士学历，我这种斤两还是别自取其辱了。这样吧，我跟宋妍说一声，你直接入职就好。大柱，千万别！我可以过去试试，但你不能跟宋妍说啊，还嫌不够麻烦人家吗？好，那你先准备着，我去做饭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马上就去死，我可是要干大事的。谁是给他顾大少爷天天解决婚姻问题的狗腿子？什么人呢？喂，顾总，明白。明天夫人去分公司面试，我亲自去盯她。江城大学专业第1，江小姐，您的专业能力还真是可圈可点的。那你为什么没读完呢？还有，这5年的空白怎么回事？这5年的空白怎么回事？当时发生了点意外，坐了5年的牢。行了，不用说了。HR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种有案底的人也敢带进来面试？
要不您还是再看一下我的作品。你当我们顾氏集团是菜市场还是收容所？对不起，江小姐，您不符合本公司录用人才的标准。没事，我能理解。等一下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我觉得这位江小姐的作品很不错。金秘书，这样的作品，我们顾氏一抓一大把。既然各位有异议，那倒不如让所有的面试者加试一轮，我们现场出题，如何？顾总吩咐过我，不要错过每一个潜力股。行，那就听金秘书的吧。结果已经很明确了，江夏的作品显然是这几位应聘者中最成熟的。等一下，请问这是你设计的？是的。好，很好。你好大的胆！这个设计稿我几年前就看过，你公然抄袭，把我们顾氏集团当成什么了啊？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抄袭的应该是5年前那个非常火的设计师萨米的作品。这简直一模一样啊！丢死人了！你以为改上几笔，换个颜色，我们就看不出来了吗？江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的，我的确抄袭了萨米这幅画的创意，这简直是设计界之耻。金秘书，这样的人也是潜力股吗？我还没说完。我的确抄袭了萨米的创意，但是我就是萨米。你说你是萨米，你就是萨米。我说我还是毕加索呢。江小姐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就是萨米？这是我大学时期参加比赛的作品，可以通过学号来查询萨米的真实身份。金秘书，搜到了，萨米就是江夏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江夏，你居然是萨米！江小姐，我为今天的事向您道歉，并诚挚邀请您来顾氏上班。谢谢啊。适培。喂，顾总，夫人面试完了吗？是的，夫人第1名呢。顾总。顾总，这就是真首富吗？这背影看起来也不像是50、60岁的人啊。对说，顾总有何吩咐？你先自己回去吧，我有事儿。好。喂，上车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在顾氏集团看到一个超好的豪车，他们叫顾总那人的背影跟你可像了。是吗？如果是我就好了。有什么好的？首富哪有我们自在啊？那我们出发了。走吧。到了，我要去上班了，你也要好好工作啊。原来江夏是给人包了呀，这是担心上热搜，故意装穷呢。你们看公司贴吧没？没想到这个新来的江夏，居然在外面给有钱人当三儿。听说她以前是做售楼小姐的，买房全靠那个，你们懂的。这样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哼，说你的金主爸爸。哎呀，装的倒挺像，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，搁这玩低调呢。你什么意思？哼！哎，你别走，你给我说清楚。说清楚就说清楚。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的金主爸爸？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的金主爸爸？看什么呢？我当谁呢？这是我的车，这男人是我同事。微微，你回国了？各位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部门新来的设计总监白薇薇，国外著名的建筑设计师，也是白氏集团的千金。鼓掌！欢迎欢迎，这才是真正的白富美。微微，你夏夏，好久不见。
他们认识啊？认识啊？对啊，不然你们觉得他如何进得了故事？我就说，原来这样啊！说嘛，以后请多多照顾夏夏，她是我家保姆的女儿，虽然有些前科。还有前科？前科？但我相信她不是故意害人的，是吧，夏夏？哎，你的小青梅回国了，你知道吗？谁啊？就很白的那个，微微。而且啊，跟你老婆在同一个部门。我说你啊，企业太大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景初哥哥有空吗？听说你结婚啦，我正想着见见你老公。他有事儿，下次吧。我爸爸也很忙的，才没空参加这种无聊的聚会。没事儿，正好我约了一直在追我的哥哥，你先见见。景初哥哥，你来啦！景初哥哥，你们认识啊？景初哥哥，你们认识啊？哦，在朋友婚礼上见过，不太熟。可他说你一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喜欢坐窗边，景初哥哥坐我这儿。不用了。爸比，你坐我这儿。爸比？对啊，你的景初哥哥是我的爸比。乖儿子。我去个电话，你们先聊。喂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就这样吧。景初哥哥，你刚刚说我们不熟，我真的好难过哎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算是做过一夜夫妻的吧。之前我就跟你说的很清楚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是吗？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。江夏最讨厌别人欺骗他，他还仇富。要是让他知道，不用你操心，我会找机会亲自和他说清楚。景初哥哥，景初哥哥，明明那晚上我们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老公，这家是茶餐厅吗？茶味这么重。夏夏，你真仇富啊？为什么？我大学时期的初恋男友，自从成了拆二代就劈腿了，就说我给他提鞋都不配。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吧？还有白家，我妈给他们家做保姆，我也会经常过去，他们总是会赏赐给我一些什么旧衣服、旧首饰的，还有吃不完的食物。我妈每次都会特别高兴地感激他们。其实那些都是他们家佣人才穿的，可笑吧？所以我说嘛，婚姻就应该门当户对，穷人配穷命。其实我跟你这样就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啊？你该不会很有钱吧？对了，那天他们还说我这镯子值好几百万呢。怎么可能呢？不过这是祖传的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那我就不戴了，摘下来好好保管着，以后给可乐老婆留着。那也不不说了，下周新品发布会可重要了，我得赶紧看看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设计系列发布会。白总监，陈主管作为这次发布会的主讲人，知道有多重要吧？白总监，您放心，这次发布会集团非常看重，我一定不会失误的。对了，江夏昨天说让我安排他来做。什么？他做梦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说他坏话，我的意思是，他目前还是一个新人呢。我明白，所以我拒绝他了。你一定要做好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我会的，多谢。去吧。你好，这是陈主管外卖，可以帮我送一下吗？没问题。顾总，不好了，陈主管突然腹痛不止。什么？我去看看。这一会儿厕所我都上了5次了，江夏，到底在外卖上动了什么手脚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把他送过来。这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看你是故意的，不想让我上台。
想不到他心机竟然这么重。行了，责任的问题回去再说。既然是你送来的外卖问题，那就让江夏女替他上台。我？对，你可以吗？那我试试吧。填讲稿。说了这么半天，怎么还不开始啊？坐着屁股啊？怎么还不开始啊？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各位。让大家久等了。哇，这不你夫人吗？可是他们说现在是他上台啊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软装设计新品发布会。下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的是顾氏集团的新品。不让演讲稿，我看你这回怎么办？这是个怎么说话？说呀，干什么呢这是？说话呀，那不是干站着不动吗？景初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忙了呀。假如把硬装比作居室的躯壳，那么软装则是精髓与灵魂之所在，所以细节最为重要。而顾氏集团这次带来的新品，于细节中见品质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身后的这个屏幕。谢谢大家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老婆还挺厉害的，真是个宝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还坐第一排？这可是顾氏集团高层坐的位置。送员来的是吧？对，陪我来的，家属嘛，所以坐第一排啊。对，江小姐你好，我是来自法国的设计师。Bonjour， 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江小姐，我非常欣赏你刚才的演讲，正好我公司招一个设计师，你要不看一下？你们公司在巴黎啊？江小姐感兴趣，要不我们找个餐厅聊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好，好这么好啊，老婆，这么晚了，可乐一个人在家肯定想你吧？走吧。你很喜欢巴黎吗？还好吧，脾气那么大干什么？吃醋啦？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你带我来这干嘛？我们结婚多长时间了，连个戒指都没买，在外面谁知道我们是夫妻啊？来，哇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钻戒。这位先生眼光真好，这枚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价值1个亿。这枚戒指名叫沙漠之星，全世界只有1枚，价值1个亿。等等，你疯了？张口闭口1个亿，你从哪本小说里穿过来的？小姐，我们这真的搞错了，就说是韩币。他搞错了。抱歉，小姐，我刚才看到的是韩币，1亿韩币。那也得好几10万呢，还是太贵了。我刚才多看了一个2个0，实际价格为5500。这还是有点分期，我们分期买，给我们包起来吧。真不用了，戒指就是一个装饰品，戴多少钱都不是戴。我们就要这个了，一会儿我跟你聊一下分期怎么付。再看看还有没有你喜欢的。一会儿让金秘书把1亿转给你，包起来吧。金秘书，我给你个账户，你把钱打到里面，1个亿。5000多还要跟别人借，还怕被我看到，真是个好男人。恭喜啊，一战成名，好多公司都问我要你的资料，想要挖你呢。那要感谢你啊，如果不是你给我了一张空白演讲稿，我又怎么可能即兴发挥呢？那个事儿啊，我调查清楚了，是我助理拿错了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这世间又多了一个背锅侠。白总监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啊，专心做好你下午民宿的启动仪式就好。买戒指了？我们家景初给我买的。这么大的钻，一看就是假的。看来景初哥哥果然是跟他玩玩而已。你不会留在景初哥哥身边太久的。江小姐，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
还请你原谅。陈主管，你严重了，你是主管，没必要和我一个小员工道歉。哎呀，你和白总监是朋友，以后必定飞黄腾达，还请多多关照了。我敬你一杯。我不喝酒。陈主管，一会儿你还是给夏夏敬个酒，赔个不是吧？她心思细腻，我怕她受委屈。白总监，您放心，确实是我冤枉她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小贱人，就知道走后门，还请以后在白总监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呀。夏夏，你怎么了？快扶她去后台休息室吧。好。不是说好不出席这次酒会吗？怎么突然要来？这可是我老婆第一次大项目，我当然得捧场。给我演出费啊！哎，嫂子人呢？我去找找吧。张总，我们江夏说要给您一个惊喜。什么？想不到他还有这份钱。小丫头，挺会玩，哥哥来了。已搞定。白总监，您看见我先生了吗？张总啊，他喝多了，有些不舒服，去房间休息了。我带你过去。好，请。江夏，江夏，江夏，这回谁也救不了你了。顾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先生呢？你还是亲自问他吧。宋岩，出去！快点！不是我。哥哥来了，亲爱的小妹妹。顾总，都是那个陈主管骗我说江夏要给我惊喜。住嘴，你个丢人的东西！顾总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件事还是交给警察处理吧，合作的事你也别想。顾总，你再考虑考虑啊！有什么事儿跟警察说去。走，赶紧的。景初哥哥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夏夏。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去开除陈主管。这件事我会彻查到底的，你可以走了。看来该告诉你我的身份了。喂，顾总，陈主管不见了。小狼，我怎么喝一点果汁也会？这手段还真是似曾相识啊！是陈主管，肯定是他在果汁里面动了手脚。陈主管已经跑了，宋岩正在找他呢。可是他为什么要害我呢？是因为上次我抢了他风头吗？不对，他肯定是个背锅侠。我知道了。看来你还不算太笨，先休息吧，其他事交给我来，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。看把你能的，你还真把人家首富的儿子当跟班使唤了。希望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，不要怪我。白总监，你在这干嘛？白总监，您这是把我当成替罪羊了呀？你在说什么？不是你把江夏灌醉的吗？我到现在才明白呀，原来脏活累活都是我干，你倒顶着好姐妹的名声，双手可干净的很呐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让开。那个服务生，已经什么都告诉我了，我被开除了，你在顾氏还想高枕无忧吗？
这里有200万，你拿了赶紧走，我不想在江城看见你。白总监爽快。等一下，从此以后做个哑巴，懂吗？乖女儿，你可真难找啊！你谁啊？你谁啊？我是你爸爸呀！我爸爸可是白氏集团总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别装了，你和你妈干的那点事儿，我都知道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哎，这个你总该知道是什么了吧？我刚刚巡逻的时候拍到的。要是我告诉顾总，要多少？钱我会给你的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们不认识。今晚早点回来啊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知道啦，我可等着你给我的惊喜。拜拜。好。顾总，有消息了，白薇账户发生了大额交易，发起者是陈主管。知道了，看来一切都快要水落石出了。我都说了钱会给你的，谁让你找到这儿来的？原来这就是你上班的地方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江夏是不是也在这上班？钱你拿着。真没想到，人的命运如此天差地别。有的人呐，轻轻松松就拿出500万；有的人呢，年纪轻轻就要坐5年牢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反正你骨子里流的是我的血。放心吧，下次见。我知道了，顾总，我马上去查。哎，我说的是我学会用的海洋之心。大家停一下，陈主管因为严重违纪，已经被开除了，所以今天我过来宣布新主管的任命。这可是金特助，一个主管任命还劳烦他大驾，是不是亲戚空降啊？怎么回事？新主管就是江夏。江夏，我。江主管，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的办公室。就这一个小破主管，要独立办公室了？就是啊，小人得志，一个高中毕业的前科犯，我倒要看看他会管个什么。陈主管呢？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死哪儿去了？给我出来！好戏开始啦！这位小姐，陈主管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我不正说着呢吗？把他叫出来。陈主管离职了，现在他的工作由我来负责。就你这穷酸样，顾氏集团是没人了吗？你这种人都能当上主管？我就是一个打工人，哪有这位小姐天资卓越呢？小姐的戒指，这可是沙漠之星，怎么样？1个亿一颗。韩币，晦气，这种东西都能造假。这是你们公司在我们公司订的板材，你没有问题的话就签了吧。据我所知，顾氏集团早就不用这个材质的了，而且您的价格高于市场价。你还挺懂行情。这样，当时陈主管在我这儿拿多少，我给你一样的，怎么样？陈主管拿多少我不管，但是从我这儿一律货源公平竞争。公平？我给你100万，这单你干不干？确实很诱人，但是这个合同我不签。你可要想好了。您请回吧。江夏是吧？我记住你，给我等着。这个陈主管太可恶了，不仅想害你，竟然一直在公司吃回扣。喂，我最近想了很多事情。夏夏，你怎么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在说什么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瞒着我的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从知道你家景初哥哥是我老公开始，还是上次我演讲抢了你风头开始？夏夏，你也是女人，你知道我喜欢景初哥哥很多年了。周子阳呢？你去看过他吗？你还好意思说他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所以你是从5年前就开始怪我了，对吗？是啊，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。虽然我不爱他，但他至少也是我的未婚夫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至于躲到了国外都不得安宁。等我把一切搞清楚之后，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
你只是景初哥哥哄他妈妈的工具而已。江夏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景初哥哥，以前把你当成怎样的未婚妻，你的那些小动作我全当看不见。但是现在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老婆面前。老婆，可笑！你信不信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之后，就是你的前妻？那就不用你操心。让他们送你离开吧。不用了。盯紧他。夏夏，隐瞒身份确实是我不对。一开始我确实只是想应付我妈，但你说你讨厌撒谎的人，所以我不得已继续隐瞒。这是海洋之心，跟那颗沙漠之星是一对。喂，金秘书，老夫人出事了，现在在医院，我马上去。景初，我回来啦。哎，做了一桌子菜，人呢？妈咪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又一个。都有儿媳妇了，怎么还天天往 ICU 跑啊？我就是闪到腰而已，谁让咱家那医院科室都满了呢？除了 ICU 位置。你好好的，怎么能把腰闪了？今天老姐妹聚会，跟你秀华阿姨啊跳了一支舞啊。就是薇薇她妈呀，说来也怪，我一看儿媳妇儿就觉得特亲切。今天一见秀华，我想起来了，她跟你秀华阿姨年轻的时候就一个劲儿。你回来了？你跑去哪儿了？怎么电话也不接？哦，我去看我妈了。你只是景初哥哥哄他妈妈的工具而已。夏夏。你怎么不带了？你怎么不带了？不想带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夏夏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你不能知道我喜欢就要使劲买吧？就算它不贵，就算它是假的，你也不能一天买一个吧？什么假的？不然呢？今天我们一个女客户，她也带了，不是说全世界只有一颗沙漠之星，怪不得咱们这支那店员一口一个价。他那个才是假的吧？不可能吧？哎，你说有钱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？花1个亿买一颗钻戒，1个亿能买多少大 house？这么败家！哎，对了，你到底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把这枚海洋之心送给你。现在也不用了。对，咱不搞那些虚的。可乐，吃饭。看来今天还是不适宜告诉他，只能再找实习了。这仿的也太真了吧，根本就不像假的。江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样欺负我女儿？阿姨。怎么回事？从小到大，我们家微微穿的、吃的、用的，哪一份少了你的？你一个保姆家的女儿，就连上学都上的贵族学校。天哪，她还真是杂草山菜呢。第一，到底是他欺负我还是我欺负他？第二，那些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我何时需要过？妈，不怪他，我回咱家上班就是了。他得到一份工作不容易。你就是性格太好了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。你根本就不会坐在这个办公室。救薇薇！救薇薇！救薇薇！阿姨，5年前案发那天，你知道薇薇在哪吗？薇薇，她不是在化妆吗？那你见过我妈吗？你妈？她肯定在干活啊！你问这干嘛？妈，算了吧，我们不跟她一般见识，我还是回国外去吧。你这个没出息的，你躲得还不够吗？他把你未婚夫害成这个样子，让你成了全城的笑柄，凭什么他就在这逍遥快活，让我们母女俩两地分隔？江夏，你现在傍上首富了，就可以插手我女儿的工作了。你说什么？首富？你不知道你的老公是江城的首富顾景初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怕你分他的财产，故意防着你。这不可能，他是首富儿子的朋友啊！哎，让下，让下！这枚海洋之心是去年迪拜拍卖会上的拍卖品，价值1.5个亿，全球只有这一枚。
跟我过来。夏夏，对不起啊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好，那你说吧。我叫顾景初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首富儿子的朋友，我也没有什么首富的父亲，我本身就是首富。其实他们都知道，就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。所以那天随便摆摆手，那王总买下3套房子，是受你的意。王总，你要买房子？来。王总，您跟我来，我给你介绍。是，我给了他5折优惠。因为你的随便一句话，园长就能把他亲侄子开除，也是因为你是首富。我说要开除的是壮啊，顾总，你赞助图书馆的事，继续。是，我给幼儿园捐了一个图书馆。那我来顾氏工作，也是因为你。明天夫人去分公司面试，我亲自去盯着。是。那颗沙漠之心确实是1个亿，是我让店员故意报手价格。你怎么才能原谅我？我为什么要原谅你？那你是要跟我离婚吗？我又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啊？我想不到你隐瞒我的理由是什么，因为你怕我分摊你财产。可你几个亿的钻戒都给我买了，这个理由好像也并不太成立啊。我这个人伤过人，坐过牢，生过孩子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你是最好的顾景初，可惜我不是最好的江夏。夏夏，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我还是有点乱，让我再想想。夏夏，你已经吃了3碗面了。老板，再来一碗。好嘞，马上来。我就说他不靠谱吧，也不知道是谁被别人的美色诱惑，还说什么男人对你好可能是装出来的，他长得帅是装不出来的。哼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长得帅有什么用？他就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，他自己演就算了，他还带着他妈一起演。是不是那男的？不许接，晾他一会儿。你可不能这么轻易原谅他。放心，我肯定好好想想怎么治他。对。可是我真的配不上他，比不上家世、学历也就算了，我还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儿子。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，夏夏？你这儿子他也不介意，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？顾景初，你把孩子接之前怎么不和我说一声？我给你打过电话了，你一直不接。行，儿子，你要知道，咱这可能是你爸他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了。知道啊，对面江边的大别墅，我都去看过了。啊，合着你也知道了？对呀，但是爸比不让我告诉你，他说你仇富。啥话都往外说。你妈不会一生气，真就收拾行李走了吧？放心，只要我赖着不走，他肯定不会扔下我不管的。顾景初，行李给你收拾好了。啊，我的行李？不然呢？你在外面那么多套房子，出去住1天不过分吧？不是老婆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白天还说不离婚的呢。别管他，顾太太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走爸比，我就和他一起走。你就一个人守着这房子过吧。江可乐，你现在姓什么到底？我叫顾可乐，你看，这是我的新身份。你们都不告诉我是吧？你不知道的多了，天天忙着加班。对了，爸比也带了我去做了体检，我跟爸比还是一个血型呢。耶！好儿子。你现在和嫂子怎么样了？分房睡了呗，我半夜梦游都进不去。看来她这回是真生气喽。阴晴不定的女人，嘴上说着不怪我，实际上呢，你看，给我拉黑了好几天，突然又发个这个，父亲节快乐！又给拉黑了。
我从没见过这么会玩梗的女人。你这个父亲啊，还是个喜当爹的父亲。哎，别笑了，快给我出出主意吧。行，我听说嫂子大学的恩师要办大寿，那她肯定会去啊。只不过她那群同学可不是好惹的。你快去英雄救美吧。江城大学，就是他因入狱而中途肄业的那个也是子阳的母校。哟，这不我初恋女友江夏吗？你一个连毕业证都没有的人，竟然还敢来参加这个校友会？你一个劈腿男都敢来，我为什么不敢来？初恋是一个很美好的词，你不要把它玷污了。你顶多在我人生里就算个污点。江夏，你不会还在记恨当年是我抢了你的男朋友吧？你抢就抢了，像他这种就算个垃圾，我才不信。我看你就是嘴硬。我家李烨可是事业有成的优质男，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想嫁给他，哪像你劣迹斑斑。各位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微微，你也来了。某个杀人犯把你未婚夫害成这样，今天居然也好意思来校友会。你们别这么说，夏夏当年是喝醉了，而且她不是故意的，现在已经够可怜了。夏夏，我听说你要离婚了，是真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江夏，你这人生阅历又多了一条啊。不过也正常，但凡是个有脑子的男人，也不会选择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吧。好了，大家难得一聚，都别吵了。宋老师来了，我们先进去坐吧。宋老师，欢迎各位江大校友赏脸出席。今天啊，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给大家致辞，他就是顾氏集团总裁顾景初先生。大家好。这个人就是福布斯榜排名前10的顾景初吗？好帅啊！没有想到他这么年轻，我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呢。顾总今天怎么会来这儿？其实我今天来呢，是为了我太太，她也是江城大学的校友，所以我以我们夫妻的名义为江大捐了一栋楼。好羡慕他太太呀，竟然是我们校友，是谁啊？对呀，也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好的福气能嫁给他。顾总，不知道您太太是哪位校友？其实我太太就是江夏。不会吧？竟然是江夏呀！听说坐过牢，竟然是杀人犯，怎么会是他？顾总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给骗了，他就是个杀人犯。我知道他坐过牢，子阳也是我的好兄弟，但我不信他会害人，他是被冤枉的。可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警方早就判定他就是杀人凶手了。当年的案件还存在很多疑点，我正在调查，一旦发现新的证据，我会对他上诉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有个首富老公还不错吧？不要以为今天你演这一出我就会原谅你。婚姻里最重要的就是坦诚，你有那么多机会都不说。顾太太，宋老师，你还是叫我江夏吧。江夏同学，我敬你一杯，感谢你让顾总给我们学校捐楼。不好意思啊，宋老师，我太太喝不了酒，我替她喝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没用啊？喝2杯就成这样了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顾总，夫人。哎，秦秘书你终于来了，你快点帮我扶一下他。夫人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那个车钥匙给您。辛苦您送顾总回去啊。累死我了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你在这躺一会儿，我去给你煮个醒酒汤。老婆别走，陪我。你酒醒了？没醒。疼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好啊，顾景初，你又骗我！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可能来生理期了。哦，那你等我一下。顺便把这个喝了。哦，还有这些，我看你之前一直用这些，我就给你买了一点。谢谢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去洗个澡。还疼吗？行了，给。这个是……我已经把我名下所有的动产、不动产都转到了你的名下，
所以这位富婆，我现在是个真正的穷光蛋喽。夏夏，这是我补给你的彩礼。又是1个亿，这是妈的心意，收下吧。是啊，夏夏，这是我们欠你的。他骗了你这么久，害你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，婚礼只是个形式，没关系的。妈咪，你收下吧，反正他除了钱也没什么值钱的能给你了。秀华，微微，哎，好巧啊！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认识我儿媳妇儿？当然认识啊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我们家保姆的女儿。啊，那还真是巧了。哎，你们今天也过生日呀？这俩孩子啊，同一天过生日嘛。对了妈，你上次不是还说夏夏长得跟秀华阿姨年轻时候一样？对啊，秀华，你看这眉眼，真的是……妈，咱们走吧，我不想跟他们2个一起吃饭，影响我心情。好，那个你们吃哈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可没那么多邪门歪道的心思。我们走吧。夏夏，你妈妈是怎么当上白家保姆的？哦，我当时跟她出生在同一家医院嘛，然后她妈妈没有奶水，我妈妈就自请去做奶妈和保姆了。是在哪家医院？这个我得问问我妈。怎么，你记得你出生的事儿？不是有出生证吗？早就不知道被我妈扔哪儿了。那你问这个干嘛？赶快吃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别说了，来，夏夏，吃吧。想办法帮我搞到白家老夫人的头发丝。啊？明白。越来越刁钻了这。还写呢，歇一会儿吧，吃水果。好。哎，老公。你说咱微微长得像我吗？你怎么这么问？是觉得她比你漂亮不高兴了？那个江夏，她长得像我吗？还真有点像。不对呀，那你去一趟当年我生产的那家医院，去问一下，看看当时的医护人员还在不在。你是觉得……哎，那么麻烦干什么？要是有什么怀疑，咱做个 DNA 鉴定不就完了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现在就去。微微呀，刚才我在门口已经偷听到白夫人他们要去医院调查当年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他们已经知道了？对，如果让他们查到当年是我调换了孩子，那绝对不能让他们查到。你去找到当年的护士，给他一笔封口费。我觉得顾景初已经发现了什么，我去盯着他。好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办。谁是江主管？我找江夏主管有事。我是。江主管你好，方便跟我来一趟吗？完了，老太太不会发现我动了头发丝了吧？她看到什么了？您找江夏啊？是，我突然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这活我是真干不了。顾总，你要老太太的头发我能理解，为什么您老婆的也让我拿呀？我不光要他们俩的，我还要……你还要可乐的和我的。哎，疼！你顾总，一根够吗？要不再拽一根？顾总，您不会还觉得可乐是您亲生儿子吧？对。我们俩血型、性格、喜好，甚至过敏源都一样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而且夏夏那天也在婚礼现场，能说明您的直觉比科学重要。金不混，你现在从哪儿学的这些东西？是不是身边00后同事太多了？要不去非洲历练历练？哦，不用，顾总，我这就去办。只要这孩子在一边，真相迟早会被揭露。这次我不能再等了。有人说再也不想看到我了吗？又找我干啥？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，我要让这孩子永远离开江城。竟然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，
心肠真实点。像我，别在这套近乎。像你这种下等人，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行，那我的报酬呢？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会再给2倍。这还差不多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太多时间给你，就明天。可乐，你想去哪儿玩呀？我想去游乐园。行，那我们就去游乐园。我想吃冰淇淋。行，那我去买，你在这儿乖乖等妈妈，注意安全啊。来，好玩吧？来，我带你去找妈妈。建初，可乐不见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可乐的东西，他应该是遇到坏人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要是没了可乐怎么办呀？我现在就报警，可能那么聪明不会出事的，我们去找他，好吗？这孩子啊，就交给你们了，尽量把他卖到远一点的城市。放心吧，我们干这一行很久了，都懂的。我要拉水。等到地方了上。不行，我憋不住了，我要拉车上了。咱先解决一下吧，别到时候真拉车上了。下车，上厕所。叔叔，救救我！有坏人要抓我！快跟我走！你想干嘛？别误会，这是我儿子，刚刚我打他了一下，跟我闹别扭的。叔叔，他根本就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是首富顾景初。这孩子咋净爱说笑呢？他就是不爱上学。快走，跟我回学校。你真的是他爸爸？我警告你，少管闲事，给我滚！跟我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给你钱，我给你1个亿。这不刚才那个孩子吗？可乐，可乐，叫可乐，可乐，你去那边找，我去那边找。你好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小孩？没有，谢谢。可乐，没看到。可乐，你好，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小孩吗？没有。谢谢啊。可乐，爸爸，我要对不起，阿姨认错人了。你是找不到爸爸了吗？走，阿姨带你一起去找。豆豆，就是你拐我们家孩子是不是？快来人啊！这有人贩子，快来人！我不是人贩子。你骗鬼呢？你脸上的小孩是坏人，你不是谁是啊？你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，非干这个？爱信不信。跟我去派出所，走！不可能！你这样找不到的，我在呢，交给我好不好？找不到也得找啊！警察呢？警察怎么说？警察已经开启了一切监控，我动用了一切资源，放心，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顾总，听说有人在 A 市见过可乐，我们走，照顾夫人。好的，顾总。干嘛呢？无聊，你们那儿有好吃的吗？想什么呢？赶紧睡觉，梦里什么都有。那有奶茶吗？我渴了。你是不是傻？跟老实待着。你那么凶干什么？是不是没钱买？老子有钱。我跟你个小鬼说什么？那有水自己喝。找你们的人给你多少钱？我爸逼出双倍。双倍？你是不是傻？小孩的话也信？我发烧了。还真是，喝点水，死不了就行。不行，如果你们客户看我是个病秧子，会不会不买我了？这小子说的有道理啊，是吧，叔叔？那你快去给我买药。行，你真是我的小祖宗。你喜欢强哥啊？我喜欢大嫂。你说这个，我认识他，他是我爸比朋友。怎么可能？人家是大明星。我说了，我爸比是首富，首富认识明星不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我有跟他的照片，你看了就知道我没有骗你。哪有照片？我手表呢？给我拿来。哎，找到了吗？我
开了机，爸爸应该能看到我的定位吧？找到了，你看这不是吗？这哪是大嫂？臭小子什么眼神？可乐是不是开机了？有定位了。顾总，那我们现在就赶过去，给警察也同步信息。好。不好了，顾总，看来他们已经转移窝点了。希望可乐没事。走。把钥匙了。你怎么没买草莓味儿的？这太苦了。你个祖宗啊！赶紧给我吃！我说了不喝，你这是大人的药。嘿，你真当自己是祖宗了啊？行，你给我等着。我又没真发烧，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。不陪你们玩了。开门，快开门！人呢？上那边看看。这智商，唉，别跑！小兔崽子，你别跑！这人呢？人呢？你说你怎么搞的？连个孩子都看不出。这边，追！可乐，是我。妈咪，我好想你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可乐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，那两个是傻的，一点都不专业。你怎么办似的？那孩子被找回来了。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如果你被抓了，我也跑不了，所以啊，只能先解决你了。薇薇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亲爹啊！亲爹，亲爹后爹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说我像你吗？那你觉得，如果你是我，会怎么做呢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……你要干嘛？别乱来啊！让他们都走开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快走啊！他们都走了，你能放开我了吗？薇薇啊，我坐了这么多年牢，好不容易才出来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得了癌症，一个人走太孤独了，要不你陪我一起下地狱吧？我不想死，你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，爸爸，爸爸！你刚才叫我什么？爸爸！站住！下去！爸，他是外公。他为什么要抓走可乐？又为什么跟白薇薇在一起？他这真是罪有应得，老天终于惩罚他了。意外的前几天，我看到他跟白薇薇在一起，他们很熟吗？薇薇呀，白小姐，不可能吧？我是在公司楼下看见的，他们好像当时还在进行着什么交易。不可能吧？他根本不认识白小姐，你是不是看错人了？是吗？可是那天之后，他的所有赌债就都还清了。我说了，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。你要是怀疑，你去问白小姐好了。您和白薇薇关系这么好，她没告诉你吗？我在白家当了几10年保姆，薇薇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自然跟我亲近一些。可是我毕竟是个下人，她不可能什么话都跟我说吧？看来您还真是疼白薇薇，连床头照片放的都是她。啊，这是白小姐不小心放我这儿的，我会还给她的。您有没有觉得白薇薇比夏夏更像您的孩子？顾先生，这种玩笑你可不要乱开呀！你们在同一家医院产子，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吗？根本没有这个可能，夏夏就是我自己亲生的。喂，顾总，不好了，正在
阳出事了。什么？好久不见，子阳。没想到那么高的楼摔下来，你都没有死，这么又活了5年。江夏那个蠢丫头，不仅替我坐了5年牢，还深信不疑江可乐是你的孩子。只要你死了，5年前的事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醒了。快，抓紧抢救病人！好。景初啊，子阳怎么样了？还在里面，听说已经醒了。老天保佑，不要再让子阳有事了。景初哥哥，子阳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好来看看子阳，护士跟我说他已经醒了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恢复了意识。太好了，子阳终于醒了。那医生，我现在能进去看看他吗？现在还不能。病人虽然恢复了意识，但是暂时不能讲话，需要配合后期的康复训练，慢慢恢复。好，醒了就好。太好了，只要等周子阳康复，就能知道真正的凶手了。我的儿，你终于醒了。子阳，我是景初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子阳能听到我们说话，看来他很快就能恢复了。她是薇薇，是你的未婚妻，你还记得吗？子阳，你是不是有话想说？是跟白薇薇有关吗？病人刚醒，病房不能留这么多人。叔叔阿姨，我正好有事，就先走了，你们多陪陪子阳。薇薇啊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今天顾景初来过了，感觉他好像知道什么了。你没说漏嘴吧？当然没有，我一口咬定江夏是我的孩子。不过他说在公司楼下看见你和老江。这个姜文涛就知道坏我好事。薇薇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走吧，你不能留在白家。你说什么？你留在白家，迟早会暴露我的身份，就像姜文涛一样。我们的交集越少越好。可是，薇薇，我不想离开你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你必须走。周子阳已经醒了。什么？他暂时还不能说话。那，薇薇，要不我们一起走吧？我是白家大小姐，我凭什么要走？那要不我们坦白这一切吧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想让我坐牢吗？妈，您可以为了这个身份20多年不认我这个女儿，现在也为了我走吧。我走，我走。你现在就去收拾行李，我订明天的票送你走，啊。那周子阳怎么办？周子阳的事，我想办法，我会让他永远开不了口说话。你能听见吗？我猜你都不记得我了。我叫江夏，这个也许可能是我们的儿子江可乐。Hello， 植物人爸比。 5年前的事你还记得吗？你要是记得的话，就眨眨眼。你闭眼是几个意思啊？你别闭，你睁开啊！子妈都让手了，子阳刚醒，你就别逼他。我就想知道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子阳现在已经醒了，一切只是时间问题，早晚会知道的。
是我太心急了。我问你，周子阳现在已经醒了，他要是想要孩子怎么办？江可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肯定不能给他。这就对了。我跟你说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江可乐只能是我的儿子。怎么吃错了？那也是因为可乐，不是因为你。放心吧，你呀肯定是江可乐的嫡长父亲。哎，可乐，可乐，你别乱动。你好，是江夏女士吗？是我。你母亲在火车站晕倒了，请你现在赶紧来医院一趟。火车站？还要去哪儿？她是在火车站被人发现的，还好来得及时。谢谢医生。你们先好好照顾她，然后有任何问题记着找我。好。火车站？他去火车站跟你说了吗？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过。你说什么？微微。我妈从小喜欢微微就胜过我，无论我多么努力都得不到关心。20多年了，依旧如此。夏夏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说。妈，江阿姨肯定是有自己的苦衷，才不辞而别的。微微，你以前对江妈可没这么宽和。说吧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白夫人，白夫人，江妈回来了。江夏、景初，你们怎么在一块儿了？你问他吧。白夫人，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。你说你回去就回去嘛，你要跟我说呀。你看你这事闹的，幸亏你没事儿。来，坐下啊，坐。行了，刚好大家都在，我和江夏有一件事要说。什么事啊？景初哥哥，江阿姨刚从医院回来，要不先让她休息休息，晚点再说。我要说的是，江阿姨还是在场比较好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白薇薇其实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江夏才是。什么？白薇薇其实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江夏才是。景初哥哥，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啊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您自己看吧。但这也只能证明江夏不是江阿姨的亲生女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回事？你说。白夫人，江夏不是我的孩子，是我捡来的。那微微呢？微微当然是您亲生的呀。好大的胆子！到现在了还在撒谎！哼！趁警察还没有来之前，你给我个完完整整的解释，我可以考虑给你的女儿一个安稳的后半生。老爷，夫人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利欲熏心，我不想自己的女儿像我一样受苦，所以一时糊涂才做了错事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老爷夫人原谅我，都是我的错，这件事跟微微真的没有任何关系，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白薇薇，你确定你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在怀疑我吗？你到底知道多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爸爸妈妈，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那我是不是再也不能叫你们爸爸妈妈了？先起来。对不起，爸爸，对不起。江阿姨她虽然犯了错，可她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，能不能不要报警抓她？如果她被警察抓走，一定会供出我做的事。他把我的亲生女儿害得如此境地，你让我放过他？妈，老公，夏夏毕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长大的，没遭什么罪。还没遭罪？他5年的牢狱，谁害的？啊！我当时确实没有看到学生证，我只是吓坏了，所以才报了警。可是夏夏，你为什么要杀害周少爷？我为什么要害他？我也一直在想这个答案。真相很快就能知道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几十年的养育之情，不是一朝就能断了的。白伯父，不如今天就算了吧。既然顾总都说了，我就不再追究你们。薇薇啊，
我们把你放在手心疼了20多年，即便不是亲生的，也会把你当女儿一样看待。但是以后你要把夏夏给当做自己亲姐妹来对待，能做到吗？我会的，我会的，我会把这些年欠夏夏的全部都还给她。你也起来吧。谢谢老爷夫人。夏夏，以前是妈错了，妈不该那样对你，你别怪妈好不好？妈要好好补偿你，好吧？你别怪妈好不好？妈要好好补偿你，好吧？什么？你说我是白家的亲生女儿？没错，白家真正的千金是你，而白薇薇是你妈妈，也就是江阿姨的女儿。难怪，从我记事起，她就只对薇薇一个人好。我们今天就去告诉老夫人这个消息，但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子阳的案子。我觉得这个案子和他们母女2个脱不了干系，在找到真正的证据之前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就让他们先留在白家吧。妈，不怪你，我会待薇薇如姐妹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小妈，赶紧给夏夏收拾出一个房间来。哦，刚剩下的那个房间给薇薇装修琴房了，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这样啊，那先把薇薇的房间腾出来吧，我也好跟夏夏挨得近一些。那我睡哪儿啊？薇薇啊，你跟江阿姨先住楼下吧，你们母女也叙叙旧。夏夏，走，我们啊去商量商量，把你的嫁妆给补上。老公，走吧。你明天回老家去吧。薇薇，你觉得委屈吗？如果不是你贪心，我今天怎么会如此丢人？我又怎么会是保姆的女儿？薇薇，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，或者你出国，总之远离这些是是非非，好不好？我会走的，但我绝不会跟你一起走。还有周子阳，他也绝对不能开口说话。还是自己家舒服呀。可是没想到，我竟然是白夫人的孩子。忽然知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的感觉怎么样？也就比知道你是首富稍微震惊一点点。真是想不到啊，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亲生孩子在身边还认不出来的。这就叫当局者蠢，还不如外人来的清醒。妈，我是说你妈妈还说过我长得像白夫人呢。夏夏，你觉得可乐孤单吗？为什么这样说？要不我们给她生个妹妹吧。哎呀，你讨厌！你没有预约。哎呀，我还没有补妆呢。饭还得等一会儿再好。你先喝热牛奶，我给你剥鸡蛋。老天爷呀，这老公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也太幸福了吧！饭好了。可乐，下午要不要跟妈妈一起去逛街啊？没空，我今天有事儿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很忙的，我才不像你，你有首富老公养，我可没有。你这个熊孩子，你不是有首富爸爸吗？首富爸爸那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养我的，万一你不靠谱呢？我还是靠自己比较安全。饱了，我真走了。等会儿，上次你被坏人抓走的事你忘了？没事，你的机密不是24小时在我屁股后面跟着吗？可乐总好，可乐总好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报告可乐总，任务已完成。不错，带我去看看。请。喂，金秘书。总裁，夫人，不好了，可乐，你们快来集团酒店一趟。可乐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去看看，走。可乐呢？你看这里吧。爸比要求婚了。爸比要用这些材料来做蛋糕，然后呢，把这枚戒指放进蛋糕里。爸比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怎么能做出这么丑的蛋糕？
什么呢？把桌子搞得这么乱。我马上收拾，马上收拾。牵你的手都会颤抖，我把这第一次求婚失败。明天我们就带他来这里，俯瞰整个城市的星空，然后拿出你2个亿的玫瑰之心和海洋之心向他求婚。你不会恐高吧？我不恐高，我见过最高的楼有100层，我怎么会恐高呢？那就行，戒指呢？来演习一下。夏，你愿意？第2次求婚失败。江夏，你愿意嫁给我爸比，一辈子不离不弃吗？顾景初，你愿意娶我妈咪，视我为己出吗？爱一个人，或许要看开。你看这不就完了吗？就那么费劲，磨磨唧唧的，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剩下靠你自己了。少爷，你的电话。果果，我马上到，刚处理了一点事情。哦，小事，帮了2个笨蛋。子阳啊，你心心念念的江夏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她要嫁给你最好的兄弟顾景初了。你在这里躺着，他们在外面潇洒快活，我真的于心不忍啊。所以啊，今天就让我帮你结束这一切吧。你干嘛？你彻底醒了？谢你。快点醒了，醒了，周子阳醒了。我女儿可真美啊，真像我年轻的时候。不愧是我顾家的儿媳妇，人美心还善，以德报怨呐。爸比，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哪里吗？你觉得呢？可能像我喜欢果果吧，他又笨又蠢，但是他内心很坚定。司仪呢？司仪哪儿去了？赶紧开始啊！顾总，不好了，司仪有事儿，临时来不了了啊！这怎么办呀？这谁找的这么不靠谱的人呢？我就说这婚礼是不能将就的。要是在夏威夷举行世纪婚礼，怎么可能出这种岔子嘛？司仪来不了，我来。子阳，你康复了？还好，赶上了你们的婚礼。太好了，子阳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我植物人，爸比，这可糟了。顾大总裁，我真的是来祝福你们的。臭小子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先把婚礼办了，其他的事情晚点再说。慢走。累了吧？要不把鞋脱了吧？换上吧。我带你们去见一个人。你自己说，还是我帮你说？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当年坐在这儿的人是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江夏，不对，我应该叫你白夏了吧？让我来猜一猜吧。子阳醒了，而你出现在了这里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当年害子阳摔下楼的是你。是这样吗？景初说的没错，但是他推你下楼，应该不只是逃婚这么简单吧？因为我当时去找他的时候，婚礼要开始了，你在这儿干嘛？
你怎么在这儿？告诉我，休想打顾景初的主意。怎么，吃醋啊？我还没嫁给你呢，周子阳。吃醋？你想多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这场联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爱的人我娶不到他，既然娶不到他，娶谁都一样，还不如娶了你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至少你不会去祸害我的兄弟。没想到啊，周子阳，你竟然如此兄弟情深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景初哥哥已经在等我了，我要是再不去啊，他可就要渴死我了。你休想走！你给顾景初下了什么东西？我会报警的！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你白家大小姐干的龌龊事！你放开我！拉我上去！是你自找的。景初，那天你……夏夏，那天他确实在我酒里动了手脚，但是我什么都记不清了。不过确实有个女人，所以你能原谅我吗？不能。完了，我要净身出户了吗？我可是把所有资产都给你了。那假如那个女人给你生了个孩子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作为爸爸我负责，但是作为老公绝对不可能。夏夏，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对可乐都会当亲生儿子对待。那倒也不必。哼！你说你醒过来干嘛？躺平不好吗？可乐就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为什么要当做亲生的？那天的女人就是你啊！你们够了吗？怎么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是可乐的妹妹，也觉得高兴呢。你是说……确实够的了，你们在这儿继续浪漫吧，我找松岩玩去了。顾总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您可真是我的亲总裁啊！您的直觉真的比科学还准。可乐就是您的亲儿子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啊？